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，但它其实是美国的领土。在这边几乎听不到英文，大家全都在说西班牙文。加勒比海的海滩、西班牙殖民城市，还有全球最红的拉丁歌手 Bad Bunny， 我现在就在 Puerto Rico。这里的人呢是美国公民，用美元，但文化完全都是拉丁加勒比的文化。今天这一集呢，就要带大家来看看这个世界上最不像美国的美国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小象，欢迎收看《小象爱出门》。我们现在来到波多黎各，非常的兴奋，因为呢，要不是今年Bad Bunny他在格莱美奖获得大奖，不然我真的还不知道，就是美国还有一个波多黎各。我真的觉得他好厉害，他完全就是波多黎各的骄傲，他真的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原来还有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可以来玩。你知道，我真的是马上，前面应该有跟大家讲啦，就前一集有说，因为我原本是要去考 IR 执照，后来就是因为要准备怀孕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想说不要把自己搞那么忙。我真的是很下决心跟校长说，我必须得取消，就这次考 IR 执照，可能等未来小孩大了，可能40、50岁的时候再来考吧。就那时候或许可能就比较多时间，才可以完成我下一段目标，就是可能在美国买飞机啊之类的。如果是在养育孩子的期间，应该是没办法做到的。反正呢，那时候我想说，既然我的票都已经换了，如果改票又很麻烦，那我还是来到美国这趟，那我能去哪里呢？这个时候 ，Oh my God，Bad Bunny 就出现，他给我一个灵感，波多黎各必须要来看的吧。我这就来了，马上买了机票从奥兰多飞过来，耶、Anyway， 反正我现在很兴奋。我们先带大家去 Puerto Rico 机场这边的，就取车 ，Yeah，Let's go。这边的物价真的只能跟大家说非常贵。我要去取车的地方是阿拉莫，因为这边的盒子评价超低的，低到有点吓到。你们不要以为就是这个地方在中美洲物价就很低哦，没有哦，这边物价超高的。我那时候来说，哇！我住不起饭店呢，就是好贵哦。所以我后面都是住 Airbnb， 但基本上平均一晚大概都要3000块，就是我觉得不便宜。看到我的阿拉莫了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住阿拉莫哎。我总共是租5天，然后 full insurance， 然后总共是525块。那因为他刚刚说的是，如果上高速公路啊之类的话，可能就会有那个高速公路费用，所以就是叫我避免，看状况啊。如果慢慢开是没差，因为它旁边其实有一些海滨公路可以直接走。我这次就是要环整个波多黎各环1人圈。我取车了，这是我的车。然后我真的非常之建议大家，每一次我都会在我影片里面跟大家说，如果你们要开车游其他国家，一定要买 full insurance。全额保险就是最高等级的。我真的所有旅行过程中，我真的遇过太多次，你带一点侥幸，你就真的不行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只要是租车，我都完全不会去计较保险钱，因为当你没有保险的时候，一切灾难都来了，会整个 destroy 你的旅途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一定要买保险，好不好？那我这次开的车呢，就是非常标准的，这个应该是你上的。他刚刚也就是很明白，就跟我讲说，你要选哪一台，你要选这台黑的，或这台白的。但是我想说，这台黑的，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刚想说选这台，好像刚刚还回来，因为它外面还是湿的，现在外面下雨啊。等一下呢，要带大家先去吃点东西。那我们这次呢，就要好好带大家认识波多黎各哟。我真的超兴奋，因为我们这次大概有5天满满的时间，让大家好好的探索这个你真的应该是没有来过的地方。走 ，Let's go！ 我们先带大家去吃波多黎各这边当地的特色小吃。我刚刚去了2间店，超焦虑，整个都没开，2间都给我扑空哎，这边不能靠 GPS 哎，所以我只好紧急的找了一家原本没有要来吃的，因为我想要带你们去吃波多黎各的炸香蕉跟香蕉泥啊，但都没开，因为这边的文化就是有非常多的餐车，那我刚刚找都是那种很道地 local 路边摊或者餐车，但都没开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餐厅吧。这家是我刚刚临时找的，也是波多黎各的餐厅。我真的是有点饿啦，所以我们还是进来吃吧。有喂，我想要吃的就是这个 Mofongos 上桌了，各位，这个看起来 super 的厉害啊，好大一份。然后我点的是 pollo， 它就是鸡肉啊，有些人会点虾子啊、海鲜之类的啊。下面这个话就是青香蕉泥，超级无敌好吃，的味道超级的浓，而且它里面那个泥呀、还可以吃到那个香蕉的颗粒，那香蕉是 QQ 的，因为金香蕉很好吃哎。我自己去万纳都吃过其他种的香蕉，也都没有觉得那么好吃。它加蒜超级赞，
很好吃。它其实煎到有点硬，然后 QQ 的，然后因为它旁边其他地方是用成泥的，你咬下去的时候，这刚好又可以吃到 QQ 的啊，又有吃到点蒜味，这样完美。哦，好喝。停了，然后就往下，很美，10分钟搞定。我在烫完之前呢，我的头发就是这样，非常的毛躁。通常呢，就是会用电卷烫，烫完之后它就会更顺。你看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它就会倒退撸，它就不会再卷进去了。所以基本上你头发在使用它的时候，你是不会打结的。那我们通常都用这样子小撮的，放到这个中间的凹槽里，然后卷，卷，你不用按它，它就自己会卷。时间到，它就停了，然后就往下，很美。我觉得它真的很懒人的一个原因就是，你只要把头发放进去，你也不用去想你的角度，然后你也不用想要卷多久，你放下来，它自己就会卷，因为它已经帮你侦测好你需要的时间。有烫的差别，你看这边就看起来顺多，看起来有质感多了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又很有质感头发，没看就这样，没看就毛躁。各位，就这样。完美，10分钟搞定。现在呢，已经抵达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地方 Manantial Ojo de Agua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下去之前，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有关于波多黎各的历史故事。来到这边总不可以什么都不知道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呢也稍微的整理一下关于波多黎各这边的故事。大家所知，波多黎各现在是属于美国的嘛？在美国之前呢，是属于西班牙的哦。在西班牙之前呢，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叫做Taíno原住民的土地。Taíno呢，他们其实是位在加勒比海这一区的原住民，他们靠着捕鱼、农耕、采集等等，生活了上百年。一直到1493年，非常知名的哥伦布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？哥伦布第2次航行的时候呢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当时西班牙呢就视这个岛为他们的殖民岛，逐渐开始建立他们的殖民政府。接下来的400年间呢，全就是都属于西班牙殖民啦。所以西班牙人带来这边有非常多的文化、语言、宗教、建筑风格等等。慢慢的呢，你可以在这边，在整个波多黎各上面看到，比如说有西班牙混原住民，又混一点非洲文化等等，它整个就是个很大的 mix 版本。因为我去过古巴嘛，也去过迈阿密，也去过就是比较偏中美洲的地方，我就觉得说有一点像西班牙嘛，可能有吧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市区里面，因为市区他们就有留下非常多就是殖民风格的建筑。那我像目前是因为都在乡下，所以我到现在是觉得蛮像古巴那边的啦，就是很有加勒比海风情。一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，西班牙战败了，所以他就把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喽，所以大家才会想说这里的地方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不是一个国家？你们看，其实波多黎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国旗，但他们是属于美国的。OK， 那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去那个地方，其实我是停在旁边，就是路上。那如果你们是自己过来这个地方的话，可能它附近有那个停车场，一天就是5块钱美金。如果你们不担心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可以停路边停车啦。那如果你们想走路久的话，等一下就可以停那边，就是一天5块。我们现在就要带大家去看看这个天然泉水，跟我们刚刚说的Taíno原住民可是有关系的哦。Go！真的很 chill 挨家挨户都放着这个西班牙文的歌。看，有这种超复古的车子，超可爱。这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停车场，5块钱，大家要停也是可啦。看起来也是应该有人管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很神奇的呢，就在这个旁边全部都是住户的地方，竟然有一个天然池子，超神奇呀，各位，超级无敌干净的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干净，里面还有鱼，所以你可以进去里面跟鱼游泳。超多鱼的哇！这也是一个当地人他们很喜欢聚会的地方，这全部都天然的哦，这不是什么地下水上来的哦，它是天然的哦。这个地方呢叫做 Manantial Ojo de Agua， 意思呢就是说水之眼。因为这边的水呢是从地下石灰岩层涌出来的天然泉水，温度大概是20到26度啦。而且你们看它的下面颜色有点像那种蓝绿色，超美的。为什么说跟原住民有关系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呢，以前原住民把这边的泉水当做他们的生活用水。如果说是什么圣诞节之类的来到这边的话，他们会把它布置的超级可爱、超级漂亮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。抵达下一个要去的这个是印第安人洞穴自然保护区，先从这边慢慢走下去，我还不确定走不走到，走不到就算了。这条路应该是不是好走的，所以大家务必不要穿什么拖鞋、凉鞋啦，好不好？导航导到前面那里是有一个停车场。
但是呢，我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到有人分享是说，不要给那个停车场收那个入门票的费用，因为其实这个是免费的地方，你不需要付钱的。但是因为那边停车场好像就是有人刻意私人在那边摆了一个收费区，然后是一个人要10块钱这样。你停在那边把你的车放那里也是可以啦，就这边。我刚刚在这边停车，然后看到收钱的时候，就往前开一点点，就会看到我刚刚一开始介绍给大家那个告示牌的地方。这边路确实很崎岖，这些全部都是青苔，但我目前没有觉得是很滑的状态啦。走到了一个很神奇的路，我应该没有走错吧？希望是可以走到正确的地方。这边要开始爬上去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看到人家说走这个是要用爬的，不是很好走，不可能这么爬吧？但是我看人家确实都用爬的，好吧，人家爬，我也爬，他应该要有一个很安全的路才对，很不合理。我先好好爬，哦，爬上来了，哦，超美！我知道了，可能他们那个私人的领地应该是有自己开一条路给人走。你看，其他人都在那边，那我们往那边走好了，我们 follow 他们。哦，其他人是往那走过来的啦。难怪，所以如果我往那走的话，就是直接沿着海岸线这样走过来，就是没有人管辖。确实那一块可能是私人的地，所以如果你要进到这个地方，你就是经过他那个私人的地，你就要付钱，应该是这样，好吧？很深不见底。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些原住民以前留下来的一些印记。那我们等一下带大家下去看印记之前，先来看一下这里。哇，应该很多人站在这边应该会腿软吧？我觉得这边的特色呢，就是现在看到这个海蚀洞穴，还有石灰岩悬崖啊，这个海浪冲击声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大声，而且这些全部都是经过数百万年形成出来的喀斯特地形。哇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刚刚那个浪直接喷上来，然后我们往那边走好了，因为他们在那边好像是有看到一些原住民以前留下来的土瓦画，这边感觉好像是人工做出来的阶梯，让大家可以走下来的样子。有导游哦。确实蛮多人是来这边请导游带的。看到了，各位在下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全部都是800年前的原住民石刻，然后这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塔伊诺，它在这边的岩刻里面有80多个，大概都是落在1200年到1500年之前，就是哥伦布抵达波多黎各之前就存在的文化遗址。刚刚旁边导游我偷偷的听到，他说这边是没有入口可以进去的，因为这个位置太小了，所以我们就没办法进去。现在小皮蛋，我要挑战走那个地方，会不会经过收费处？我要有冒险家精神，让大家知道就是怎么走比较安全。因为我觉得我刚刚走那个地方其实确实有点难爬啦，就是不适合小孩来，也不适合老人来。你看这边路看起来就是比较平整，刚刚就是如果你有缴费的话，就从那边走过来这样。看来是没办法往那走，因为毕竟我不是付钱的人。但我发现这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比较难走。好，安全下来，分析给大家听好了。比较多人来，有大有小有老，然后比较好走的话，缴钱。那如果你想省钱的话，因为它不是算车，它是算人头哦。省钱的话，就走我这条路。你看我走出来，海边到了，就是这边。刚刚我们走那条，这个是我在 Google Map 上面看到的哦。毕竟我不是当地人，但我 Google 上面看到写说不要付钱的，我才去帮大家找一下免费的入口是在哪里。好了 ，OK， 我们终于要回住的地方，我现在好累哦，超爆累。来，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晚住的地方，但是其实应该是蛮普通的啦，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一晚大概3000块台币。好了，我们来进去看看喽。哦，其实还蛮大的耶，哇，还有冰箱。哎，灯在哪里？找到了，叮，怎么没灯？啊，不会吧，灯就这样子而已哦。Oh my god， 天哪，哎呦！灯也 super 暗嘞，我们来看一下房间长什么样子。是房间吧？这个房间颇大的哦，哎，它有一个投影机在这个地方。OK， 大家来看一下房间 Room 1， 它这里是有冷气啦，应该只有在客厅的地方有冷气而已。The bathroom， 哦，很大耶，有哦，厕所哦，厕所很大耶。哦，有 Dyson 的吹风机，很棒哦。这个还有丝巾。
然后哦，我现在超缺绑头发的，又忘记带夹子来了。有没有莲蓬头？有没有莲蓬头？有没有莲蓬头？没有，看起来是还蛮不错的啦，整体来说是舒适的。好的，这个就是我在 Puerto Rico 的第一个晚上要住的地方。然后我们明天呢还有非常多的行程。明天呢我已经报名了这边的 skydiving。就是我要自己去跳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脱离我的教练 Will， 自己跑到国外跳，希望可以 everything fine 。然后明天再带大家继续环我们的波多黎各西半边的地方。哦，明天要开车也超久的，因为我们明天要直接一路开到南方，要去一个很知名的历史古都。好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喽！哇！各位早安，现在是早上9点，一早起床，今天要带大家来跳 skydiving 了。好，非常的兴奋，之期待。我们先来去看看他们这边的就是复习跳是要怎么跳好了，因为通常复习跳应该会有人带我在复习一次，但我不知道这边会不会。好 local 的感觉哦！哇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地方跳 skydiving。我指的是考完证照之后。solo 跳，我觉得我今天跳得到的几率非常的渺茫。虽然他已经把我 on schedule 了，但基本上因为我是 fun jump， 所以我就是会被拉下来。那个就是如果有其他客人，就是有其他是游客来，就是双人伞的话，都会优先上飞机。但重点是现在天气超差，就好，我就已经被这班机拉下来了，然后。被拉下来了之后，但这班机还没出发，所以我被拉下来了，然后去下一场，但是下一场都还没到，这班都还没出发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就是在外面做等待。果然跳伞也是跟开飞机一样需要等待的呀，所以我可能会那边花了蛮多时间，后面有没有时间带大家去别的地方玩，我都不知道了。我先进来躲风好了，因为风变大，那边天气变差，看看这个风吹成这个样子。看来我是不用跳了。玩 skydiving 的，就是要非常有耐心。现在已经，大家看得到时间吗？1点04分。我从9点在这边等到1点04分，我其他行程都没有去了，我光在那边等待。我觉得就这样吧，没跳到算了。我以后绝对会 book 最早的那一台飞机。才不会像这样子，因为我本来想说，8点或9点场太早了，所以我不10点的，就没想到啊，反正就这样子啦。方丈本来就是常常会被牺牲掉，我看也是别人跳的。Ese weather is not good. Living all day. 嗨，开始下雨了，带大家去吃东西吧，我快饿死了，整个早上都一直在啃我的葡萄。待那么久，结果没有跳到。其实中间是可以跳的，只是因为我是方丈，所以他们就把我先拉下来，这也是很正常的啦。因为我们付的钱没有观光客来的多，观光客付的钱大概300、400美金左右，我们这种通常就是走100-200块美金，所以他们会以他们为优先。好了，终于有一家有开了，昨天扑空这么多家，那我们今天要来吃的就是这个，而且很好吃，这感觉就是 banana。好啦。Quiero alcapurria. ¿Una alcapurria? Ya. 175. Gracias. Medio 10. 哦，是那个很大很黑的耶。8.25 Gracias. caliente, mi amor. Gracias.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alcapurria。我刚刚还以为是什么炸芋头哎，结果一拿出来，这个肉香气是蛮重的。好啦，这个可爱的小店客源超多，旁边停了一排车，全部都是卖它的东西。它评价也蛮高的，我们来吃看吧。它这个外面一层是香蕉，然后里面就是会有包肉，就有点类似那种加勒比海式的肉粽。好，来吃看哦。里面长得真的很神奇，我没办法说出是好吃这2个字哎。它如果有辣椒酱的话，应该就会让我胃口大开。可惜就是现在目前没有辣椒酱，它的肉味蛮重的，但就称不上是我喜欢吃的。我决定等一下我要在路上看到那种很多人吃的那种小餐车，我就要停下来吃给大家看，因为这个真的超多那种神奇很酷的小餐车可以拍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好。我们现在抵达庞塞了，但是现在就是一个下雨天，
天气卡不好诶，西尊，所以外面看起来乌漆嘛黑的。庞塞呢，也是我们在波多黎各必去的一个景点，所以我才选择在这边住一晚。这边是波多黎各的第2大城市，很多人都叫它南方的珍珠。它跟北部的首都不太一样，到最后我们也会去首都，那就是下一集了，好不好？只是现在阿 Z 楼会尴尬。那我原本是要环一整圈嘛，但是因为没有办法，就今天早上在那个跳伞基地卡太久的时间，所以我是直接从跳伞的地方切下来，直接到庞塞。然后开车大概是1个小时，要30-40分钟左右而已。而且你们看，它其实有非常多色彩缤纷。去住的地方 check in 好了，因为我现在网络也是有点极差。加勒比海的每个国家都是随时都可以听到音乐。有一只狗，好乖啊，竟然不会叫。难怪我闻到一股很神奇的味道，应该不是你发出来的味道吧？我们现在还没有要去 check in 房间，但是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，在他们这边波多黎各啊，他们都很喜欢在户外放一个这种塑胶椅。如果你们有看那个 Bad Bunny 的 Super Bowl 的话，就会看到有这个白色椅子出现，或者是看到他的专辑封面就是白色椅子，那也其实就代表波多黎各人呢，他们的一生都是在这个椅子上面有非常多的回忆，所以他才会把那个白色椅子变成是他专辑的封面。对他们来说，可能从小你老了都会坐在那个椅子下面乘凉。我那时候看到他这个寓意的时候，我觉得还蛮感动的，因为就是我们可能生命里也有一些东西是陪着我们一起走过的，我们或许没有找到它的那个意义在，但其实那些东西呢，其实是陪伴我们一生的。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晚上住的这个地方3852，外扫了 ，OK， 我来看一下房间，真的是一个小家庭式的概念啊，跟昨天住的一样，很干净。那他们这边通常都是要2-3千以上的啦，这也蛮深的耶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休息一下。先让我好好休息一下。如果晚一点天气好的话，再带大家出去。而且我要带大家去吃这边当地波多黎各的连锁素食餐厅。我后来才查到，我想说哇，竟然有这个东西，他们评价每一家都超爆高。然后我要带大家去吃在庞塞这边这家，它其实整个波多黎各好像有数百家。好，等一下见。噔，各位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El Maison Sandwich。刚刚才看到，它其实整个波多黎各没有到100家啦，它大概是有40多家分店，而且它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素食餐厅。那它是从1972年呢开始在整个岛上开始开。Hello， 各位，来带大家去吃这个波多黎各版的麦当劳。它里面的搭配整个是很有那种美国西方，你知道那种颜色木头纹啊，然后很 classical 的感觉。而且很干净哎！大家看一下上面，就是会吃一些热压吐司啊，然后听说它的早餐也很好吃的。Gracias， 这边美好可爱Super cute。这2天的经验谈下来，我的西班牙文真的是跟Duolingo聊的真的是太没有什么进度了。Duolingo 还找我合作好吗？我非常努力，我聊了100多天，连续不间断。有任何其他人推荐那个西班牙在家可以线上学的，推荐给我。我觉得我需要在台湾学，反正我之后如果要备孕或已经正在怀孕，应该是有多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也不能跑太远的地方。上桌啦！我们刚刚点的是 Opro， 看起来非常的好吃，然后里面有烟熏火腿、维吉尼亚火腿跟炒洋葱跟起司，然后后面还有薯条。哇塞，就是非常的重口味的一家。不多说，我们现在来吃吧。肉看起来是蛮饱满的。很咸呢，需要饮料，好咸哦！那肉超爆咸的。我觉得它是一个跟古巴三明治真的很像，有些人说很像那种当地波多黎各的麦当劳或是 Subway 的概念，因为其实就是三明治嘛，它口感吃起来跟古巴三明治也很像，应该就是算是加勒比海式的风情啊。然后这边的食物的话，真的都好咸哦。我已经这2天吃下来都蛮咸的，除了我们今天吃的那个炸香蕉之外，好像其他都蛮咸的。而且他们喜欢吃烤肉，很喜欢吃鸡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波多黎各必吃的素食店，所以我还是会推荐大家来吃。薯条好吃，薯条是现炸那种粗的、很粗的大薯条。好的，那我们这集呢就到这边，因为我也是拍了2天，有点累。虽然今天好像没拍到什么东西，因为我们光是等那个跳伞等了好久的时间。那我明天呢会好好的逛一下这个 Ponce， 然后我想要去找一下Bad Bunny，他可以拍到
它 Super Bowl 里面的一些元素。那明天可能就是我比较 freestyle 的一天，然后会不会拍片呢？就要看我那个会员影片会不会上咯。怀孕之后应该会有一系列的影片都是在会员影片里面公布，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加入小象帮帮的会员。好的，那这集就到这边，我们还有一天，我们还没有到他们的首都。本来今天想带大家去看看这边 Ponce 有一个很有名，就是可以玩夜生活、玩趴，就是晚上有很漂亮的地方。但是我刚刚一看那个 Google Map 上面，今天全都关的，因为明天才是礼拜5，然后后天礼拜6才会开，今天都关，因为礼拜4，所以我想算了，说下雨天我不想去。我今天好休息，我刚回到那个 Airbnb 开始睡觉，就整个很 tired 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喜欢小象点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下一个再见，拜拜。